强，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26号，今天离大选就有1个多礼拜了。那么这2天我的节目呢不一定正常，这2天不正常的原因呢，倒不是蚂蚁呢天天来骚扰的问题，因为这2天我家所在的这个城市就是洛杉矶，我家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啊，现在这个旁边山上的这个山火啊，又不断的在蔓延的很大。我们这边市政厅今天已经通知，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最主要的这条大道，这个大道的北面所有的这个居民必须撤离，也就是说今天是北面撤离，我家呢是在这个大道的南面。就目前呢，我们家里面还不要撤离，要看市政府的通知。如果市政厅命令我们全部要撤离的话，那可能我这2天的节目就会中断。所以呢，大选之前呢，现在这个节目非常关键。我呢是肯定呢想方设法克服一切困难，也会呢每天把节目发出来。所以说，如果节目发得晚，大家不要担心，我呢会克服困难的。只是呢现在这个山火很大，目前来讲呢风往北面吹，也就是我这个城市里面的北半部，现在呢市政厅要求他们必须全部撤出来，也就是说他们今天开始起全部要撤离了。那么会不会因为风向改变，我们整个南面呢现在也受到波及？一旦受到波及以后，很可能市政厅也会命令我们撤离。那么一旦撤离的话，节目会受一些影响。所以呢，我要跟大家呢事先打一个招呼，也就是节目如果发得晚，大家不要做什么担心。如果是蚂蚁们来捣乱的话呢，我也会呢及时的呢通报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主要还是谈美国的大选，因为还剩1个多礼拜了嘛，这时候大家都非常的焦虑，也就是目前来讲，大选到了冲刺阶段，那么形势对哪一方有利？因为所有的主流媒体你看到的都是认为拜登已经肯定赢了，拜登大幅领先，川普呢节节败退。而且呢，社交媒体上的统计以及社交媒体上你看到的大量的新闻呢，都是充斥着民主党必胜，川普呢完全失败了。尤其是中文社交的媒体圈，这个中文社交媒体圈里面呢，有很多人呢很兴奋，他们呢都高喊着拜登必胜，川普必败。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一个什么心理。可以讲，中国人啊，就是中国这个民族啊，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你仔细观察一下啊，美国现在最近在支持川普的这个问题上，已经爆发了很多地区的大规模的支持川普的集会活动，尤其是以什么前共产主义受害的国家，首先是爆发了什么？爆发了古巴，也就是整个在佛罗里达州大规模的这个古巴裔的移民。这些人呢，他们举行了反抗共产主义、支持川普、防止美国倒退到共产主义古巴国家的这种集会游行，他们全部是支持川普的。这就是前共产主义国家古巴来到美国的这些移民，他们的态度是很坚决的。这是古巴。那么其次是东欧，也就是东欧，包括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这都是前南斯拉夫、前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是这些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这些移民到美国的这些斯拉夫民族的这些移民，他们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支持川普的集会，防止美国倒退成社会主义国家，防止美国倒退成委内瑞拉，防止美国被中国颠覆。所以说你看，前共产主义国家的这些美国移民，他们全部是支持川普的。那么亚洲呢？很多人讲亚洲不一定是这个思维啊，亚洲除了你中国人不是这个思维，人家越南可以讲越南裔在美国也有相当多的这个移民。这个越南裔的移民就是包括在加州，包括在整个西海岸，也就是越南裔的移民，他们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支持川普总统的集会，也就是他们所有人都支持川普总统，防止美国堕落成社会主义国家，防止他们在越南曾经受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统治，在美国重演。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受到迫害的这些人民，他们通通是支持川普，防止美国走向滑向共产主义的。而中国人不同，可以讲，移民在海外、移民在美国的中国人至少要有几百万人，这几百万人里面90%支持共产党的，90%是支持共产主义来颠覆美国制度的，90%是一听说911美国人民遭受了灾难，他们就兴奋的要多开几瓶香槟的。也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美国，无论他们享受了美国多少的民主、多少的自由，享受到美国多少的物质文明，享受到美国多少的高科技文化，他们仍然是痛恨的美帝国主义，赞颂着共产主义，赞颂着中国共产党。这是90%的中国移民到美国的华人民众。那么余下的这个不到10%的华人民众里面是反共的，可以讲反共的华人民众，尤其是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的这些反共的华人民众，绝对能占到一部分比例，只是这个比例比较小了，也就是至少有10%左右了。可能我讲这个话有点高估，但是呢，至少我认为是有这么一部分反共的这个民众的。
那么这一部分反共的华人民众里面也非常奇怪，就是在反共团队、反共阵营的这些华人民众里面，又有至少50%以上的人是反对川普的。我不知道那么反对川普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认为川普是专制，川普是腐败。川普一个连自己只能在社交媒体上发言，所有主流媒体都在抹黑他，没有一个主流媒体能够赞美他的。你觉得川普他独裁在哪里呢？川普一个自己只拿1美元为美国人民服务的总统，却被这些左派媒体把他描绘成川普偷税漏税，川普的人这个野心霸权，川普搞个人独裁。我不知道他的独裁在哪里，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对于他主要的竞争对手乔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去年他就爆出了电脑笔记本门，而且这个电脑笔记本已经被交给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在审查。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能够压住这个重要的证据，不向川普汇报，川普的独裁在哪里呢？所有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中情局局长都是川普任命的，他们为美国人民服务了吗？他们为川普服务了吗？如果独裁的话，这些局长他们怎么敢不听川普的呢？所以独裁表现在哪里呢？如果当时这些证据交到了川普手上，那么所谓弹劾川普的这个弹劾门还能够成立吗？还能够召开参议院对川普听证会吗？那是应该召开对拜登、对希拉里的听证会。所以说，这么荒唐的事情在美国就不断的在发生，还有人去诋毁说川普是在搞独裁、搞腐败。而亨特拜登这个电脑笔记本门一旦暴露以后，大量的拜登家族腐败的事实现在已经呈现在美国民众面前。那你觉得美国民众很傻吗？美国民众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分析能力吗？因此来讲，现在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都要求重新投票。目前来讲，美国提前投票的民众已经达到了5800万，这个5800万投票的总数已经完全超过了上次总统大选提前投票的这个总数了。也就是到现在离大选还有1个多礼拜，但是目前投票的这个总人数已经超过了上次大选提前投票的总人数。那么在这1个多礼拜以后，还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提前投票啊。那么但是在亨特拜登爆出他这个丑陋的这个家族腐败门之后，谷歌搜索引擎里面就大量的接到了那些提问，也就是我是否可以改变我自己的选择权。那么在这个搜寻量激增的情况下，就表现出有大批选民希望改变他们自己曾经已经投出去的选票。因为提前投票的这5800万里面，有很多人已经认清了拜登家族的腐败，是绝对不愿意选择一个腐败的领导人当总统了。但是选票又投出去了，这怎么办呢？所以大家都在问自己州里面的法律能不能改变，自己是不是可以重新选择。因为大选还没开始嘛，在大选投票的那一天，也就是11月3号之前，任何一个美国民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选择他自己投出他自己正确的一票嘛。所以说，针对这种情况，目前美国有7个州允许那些提前投票的选民，他们可以重新选择。这7个州包括了那几个摇摆州，就是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密西根州、明尼苏达州。那么这些州呢，他们都允许他们的选民撤回他们的选票，在他们大选的那一天，他们可以亲自到投票站去投票，或者是他们改变他们的选择以后，然后作废他们原来的这个投票，现在重新计票。有7个州现在已经允许了。那么毫无疑问来讲，这些州的法律和这些州的这些州长们，他们顺应了他们当地选民的需求，也就是选民们有权自己决定，在大选之前，我自己可以任意选择，我想投谁就要投谁。你要给美国民众他这个自由选择权，谁也没有权利去剥夺他们在最后一刻选择他们自己心目中想投的总统竞选人的权利。所以在这几天呢，川普总统也好，拜登也好，他们都不断的向那些摇摆州的民众，尤其是在各种机会上面争取他们自己更多的选民支持。川普总统更是马不停蹄，一天要跑几个州。就是在昨天，也就是这个周末啊，川普总统到了美国北部的一个州叫纽罕布什尔。川普总统在这个州里面进行竞选造势以后，他在他飞机起飞的前1分钟，他突然决定要降落在缅因州的一个小镇，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决定。是在飞机起飞前1分钟做出的这个决定。当川普总统的飞机降落在缅因州的一个小镇的时候，这个小镇居然来了4000人，这个小镇的总人口都不到1万人啊！大家都来支持川普啊，所以川普总统也很激动。川普总统当时在这个小州这个万圣节到来的这个南瓜上面，在南瓜上面签了字。
也就是如潮的支持川普总统的民众，我们在到处的视频里面都可以看到。尤其是这个周末的10月24号的下午，也就是绝对深蓝的加州洛杉矶比弗利山庄。比弗利山庄是美国的好莱坞明星居住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是绝对的深蓝，一直是挺民主党，挺民主党已经挺了30多年。但是就在10月24号，深蓝的比弗利山庄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挺川普的集会。让当地的洛杉矶居民完全就看傻了，因为在洛杉矶从来没有看到这种挺共和党的这种景象，这是几十年来在洛杉矶，在比弗利山的这种深蓝完全挺民主党的这个阵营里面，现在发生了挺共和党、挺川普的这个迹象，可以讲这是人心所向。所以说，民主党很可能在这次加州不仅仅是输掉加州总统的大选，而且有可能输掉众议院，输掉众议院多数党的这个地位，也就是说，民主党在加州有可能完全被翻红。这样的话，也就是民主党在美国所有州里面最大的选举人票的这个州，加州就完全覆没了。民主党他没有考虑过，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啊？他们总是通过造假，通过数据造假来否定川普。他告诉你现在的这个民调，川普多么多么的落后，拜登多么多么的领先。实际上，民主党要看到，川普他现在挑战的绝不仅仅是民主党，绝不仅仅是美国国内的腐败。川普目前来挑战、动摇的是全球的左翼、独裁、寡头和那些权贵资本跟中共这种专制集团合作，然后带来的美国的政商联盟集团，他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破坏。可以讲，川普总统现在面临的形势比冷战时期要复杂得多，因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力量比前苏联对美国渗透的力量要大得多。美国对中国门户开放40年，让中国大量的人才、大量的资金和大量的商业项目已经捆绑了美国的经济。美国的经济可以讲里面绝大部分都融入了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经济的影子，因此要跟中国经济脱钩，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事。中国通过经济捆绑美国的同时，通过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后，最终它是要达到颠覆美国制度的。所以说，今年爆发的这个黑命贵安提法行动，实际上就是中共意识形态对美国渗透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因此，川普总统的连任才可以确立美国的主流价值观，确保美国基督文化的这个主流价值观的回归。同时，美国绝大部分这些沉默的民众，他们都是川普的支持者。可以讲，很多人他并没有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的态度，但是他们会用选票来表达他们支持川普。从目前来讲，川普获得的支持率已经远远超于2016年首次竞选时候的支持率。目前来讲，绝大部分的美国民众，尤其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已经完全在支持着川普，这是代表美国主体民众的民意。这些民众他们在等待着川普连任以后，依照美国的法治，对这些有组织有预谋的暴乱，尤其是安提法这种打着反法西斯的口号，实际上从事的是法西斯动作的这些恐怖集团，要给他们致命的打击。尤其是美国的媒体，因为美国的媒体堕落得很厉害吧，美国的社交媒体那些高科技社交媒体，他们都不断地限制人们的言论，这种状况是必须改变的，因为这种垄断是非常罪恶的，所有的垄断罪恶都敌不过信息垄断来得大，因为别的垄断只会让你变穷，而信息垄断会让你变蠢。那么之所以川普总统他现在遇到很多困难，都是川普总统他曾经的这些所谓幕僚，这些华盛顿的沼泽在不断地干扰着川普总统他大选的形势。川普总统任命的很多高官，这些人都是华盛顿沼泽的一部分，即使是共和党的高官，包括那些共和党建制派的大佬，他们都是反对的川普，他们都是表面上附和川普，实际上他们在帮着拜登的忙。所以这一次通过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他这个电脑笔记本门，我们就可以看出美国的中情局、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美国的司法部、美国的国防部这些官员们，他们跟川普是完全阳奉阴违的。
所以我个人判断，川普总统在大选结束以后，有可能解除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的职务，同时国防部部长埃斯珀，包括中情局局长哈斯佩尔，他们的职务都有可能得到川普的解除，因为这些人他们并没有为美国国家服务，并没有为川普总统这个阵营服务，而是他们帮助拜登，他们在毁坏着美国的制度。所以说，我觉得川普总统现在是在乘胜追击的问题。而拜登呢？拜登可以讲叫语无伦次。拜登在整个竞选的过程中，他多次表现了他这个瞌睡虫和他自己根本就是老年痴呆症，他根本就没能力来应付这个选战，他当什么总统啊？根据福克斯新闻昨天报道，拜登在接受采访中可以讲叫语无伦次。他说他要力图打败这个想连任4年的这个乔布什，就是小布什。他现在在跟小布什竞争了，他不是跟川普总统竞争了。What kind of country we're going to be? 4 more years of Georgia, he's going to find ourselves in a position where if Trump gets elected, we're going to be in a different world. 所以说，这个拜登他根本就搞不清楚，他现在在跟谁竞争？他一会儿说他要竞争当选参议员，一会儿现在要跟小布什竞争美国的总统，他实际上就是一个老年痴呆症，就是语无伦次嘛。他在接受美国60分的一个新闻采访，主持人当时问他谁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他说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敌人，中国不过是美国的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Which country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America? Well, I think the biggest threat to America right now in terms of breaking up our security and our alliances is Russia. Secondly, I think that the biggest competitor is China. And depending on how we handle that will determine whether we're competitors or we end up being in a more serious competition relating to force. 所以说，乔拜登讲这个话呢，中共听的是很高兴的，因为中共就试图让美国人民接受，就是我们跟你们是一种竞争关系嘛，我们不过是你的竞争对手，竞争对手嘛，当然对你的这个利益会有所损伤，但是敌人是俄罗斯啊，所以说乔拜登就告诉你，敌人是俄罗斯，中国只是竞争对手，这就是拜登对中国的看法。你看看拜登的这副做派，如果他当了美国总统以后，他会打击中共吗？他会制裁中共吗？他只会把中共当作竞争对手。而他的副手贺锦丽，贺锦丽是什么立场？主持人也采访了贺锦丽，这个主持人可以讲端庄大方。他问贺锦丽的问题就是说，你的立场是否是社会主义、激进主义？贺锦丽的回答皮笑肉不笑，很轻浮啊。And is that a socialist or progressive perspective? No. 所以看上去，这个端庄的主持人比贺锦丽更有资格出任国家的公职。而贺锦丽那副轻浮的浪笑，让人家感觉到他不是来竞选副总统，他非常像那个青楼里面的老鸨。可以讲，美国的大选呢，实际上中共他已经料到是这个结果了。尽管呢，他在前期呢做了很多大量的破坏美国大选的工作，他希望呢能扶持拜登呢，最终击溃川普，然后把拜登扶上美国总统的这个地位之后呢，中共呢可以保持跟民主党高层呢继续勾兑，因为那么多年来，中共已经完全通过跟民主党的合作，中共已经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而且习近平有这个野心啊，就是如果是民主党接任，拜登接任的话，很可能习近平在拜登的任期之内会发动对台湾的这个武力统一。他上一次就错失了奥巴马执政的时候，他想去武力统一台湾的这个良机，只是呢那时候呢，习近平还没有准备好。同时呢，他不认为呢美国的这个政局的变化会影响他对台湾的这个统一大业。现在呢，因为川普接任了总统以后，川普对台湾的态度和对中共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习近平指望着在川普的任期，或者是共和党出任美国总统的这个任期上，习近平想去武力统一台湾，简直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但是换了民主党就不一样，换了民主党的话，民主党的总统一定是装聋作哑，也就是当习近平去统一的时候，民主党表面上面对习近平会指责，会所谓表面上的制裁，但实际上台湾就给中共通过武力统一的方式就完全给霸占了。习近平绝对有这个野心的。目前来讲呢，是因为拜登儿子亨特·拜登的这个电脑笔记本门泄露以后，拜登的家族腐败，包括跟乌克兰，包括跟中共，包括他们跟其他国家的这个勾兑，还涉及到罗马尼亚嘛。就是说，拜登家族所有的这些腐败泄露之后，那美国民众他没有选择权啊，他们就不投拜登了。因此，拜登落选呢，这已经是大势已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只能表面强打精神，对美国的所谓制裁。对美国有什么制裁呢？这2天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又宣布，决定呢对参与对台军售的
美国的几个公司，主要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了，因为这个公司已经给中共制裁了2、3次了。你制裁人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有任何意义吗？人家也不像你中国大陆卖1分钱武器，人家卖给全世界所有的武器。你制裁他的结果，也就是别人装备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这个武器，最终是攻打你中国的。所以说，你这个制裁就叫空气制裁，对人家什么波音防务了、雷神公司进行制裁了，可以这样讲。波音中共一天都离不开，你真把人家波音搞毛了，人家波音停止对你中国销售人家的航空飞机，销售人家的航空服务的话，你中国那个所有那个机场里面的波音飞机就趴在窝里面，因此你还制裁人家波音公司呢？所以中共呢，他这种制裁呢，就是给草民看的，给广大老百姓14亿草民呢，给他们打气，给他们鼓劲，要求他们团结起来消灭美帝国主义。这就像习近平他在最近这个韩战70周年，就是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上，他高叫的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惹不得的，惹翻了不好办的。可以讲中国人民已经给你愚昧起来了，给你们愚昧的组织起来了。中国人民已经变痴呆了，如果他们一旦醒过来，你共产党就完蛋了。所以现在国际态势就这么一个结局，再有1个礼拜，美国大选就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了，新总统就会当选了。川普总统一定能够得到连任，只要川普总统获得了连任，那么所有川普总统对中国一如既往的打击政策将会全面铺开。因为川普总统没有第3个任期嘛，我早就说过，川普总统一旦获得连任以后，他就不会因为他想谋求连任，害怕得罪这个选民，得罪那个选民，下面就没有什么选民要得罪了，因为已经最后1个任期了，川普总统只会倒计时，把他自己在任的最后4年，把他每1分钟都用足了。共产党，你看看他在川普总统下一个任期能不能够挺过去，这就是共产党他自己末日哪一天早一点到来的这个问题。好，最后我就说一下，就是前几天呢，我在我的节目里面谈到，澳洲呢有这么一个人，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开辟了一个频道，叫 ABC 推墙的。那么这个 ABC 推墙的这个人呢，他呢在他的节目里面呢，对我呢有多次的这个污蔑、造谣、抹黑。以及非常下流的辱骂，尤其是散布过一个谣言，说是我被人枪杀的这个谣言，对我的家庭，对我国内的亲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我目前呢在找这个人的地址和这个人的详细信息。我今天呢在我的节目的最后这一段呢，公布了我自己的邮箱地址，和我前几天在我做的视频里面公布这个人他在视频里面造谣我被枪击的那期节目视频说明里面也有我的工作邮箱的地址。那么我希望就是澳洲的朋友，尤其是住在悉尼的朋友，我希望有几个志愿者，你们呢能跟我联系，我会呢聘请澳洲当地的律师，依法对这个人起诉，依法追究这个人的法律责任。澳洲是文明法治的社会，所以呢建民呢会依靠澳洲的法治，通过澳洲的法律对造谣者让他为造谣付出必要的代价。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